毕竟是我选中的人，自然不会让我失望。见布衣老僧夸黎明公子，金鹤真仙的身形也是开始变化，眨眼间从那只金鹤幻化成了人的模样，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不过我还是看好楚风，布衣老僧说道。楚风的成长速度极其惊人，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承认，此子各个方面都是无可挑剔，当真是绝世奇才。可你若非要比较，我还是看好我的黎明。就比如我那奥义光柱吧，其中的能量能够吸取多少，不仅与天赋有关，与体质、与毅力，甚至于思维皆有关系。像黎明公子这般做到这种程度，可以说他的各个方面已是堪称完美。在我看来，他足以将这个光柱化作小拇指大小，这已是修武者的极限，当真是天才中的天才，潜力相当可怕。都说无数天才会渐渐的失去天才的力量，夭折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可是如同黎明这样的天才，绝对不会夭折，他只会继续成长，直到成长为傲视一片星域的大人物。金鹤真仙说道。难怪你这么想收他为弟子，原来是看好他日后的前景，想以后抱他的大腿。布衣老僧说道。金鹤真仙阴阳怪气的轻哼一声，就如同自己的阴谋被看穿了一般，有点不爽。但是当他看着此刻的黎明公子后，很快那张脸上又浮现出了一抹喜悦的笑意。此刻那个所谓的奥义光柱仍在黎明公子的掌中不断缩小，已经缩小到了小拇指的程度。可是那黎明公子还没有停止，他仍然在继续着，并且在他的坚持之下，那奥义光柱内的能量仍在不断被他吸走，那光柱仍在缩小，最终那奥义光柱竟然化作了只有2厘米的长度，竟然比我预期的还要小。这黎明不愧是我选中的人，他的天赋实在是太惊人了，竟然将奥义光柱炼化到了这种地步，他简直超越了极限中的极限。金鹤真仙欣喜若狂，就如同黎明公子是他的孩子，此刻深深的为黎明公子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就是极限中的极限了吗？我听说处世天族的那位也曾用着奥义测试阵测试过潜力，而他所取得的成绩是硬生生的将那奥义光柱给炼化到消失。布衣老僧说道。你是说楚轩辕？此刻金鹤真仙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不悦之色，甚至当他提起楚轩辕的时候，脸色都是变得很不好看。自然便是他。那孩子年少的时候我就曾见过一次，当时的他便盛气凌人，拥有王者风范，那等气度至今想起来仍是历历在目啊。当时我就确定他绝非寻常之辈，日后成就难以估量，所以我也如你对黎明一般，想收他为弟子。可奈何不仅被他拒绝，还被他讽刺我不够资格做他师尊。哈哈，回想一下，黎明虽然够傲，可是比当初的楚轩辕还是相差甚多。那时的楚轩辕就仿佛认定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代绝顶强者一般，当真是目中无人啊。哪怕我等也根本不被他放在眼中，而他后来所取得的成就也的确是让人想不服都不行。布衣老僧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却没有一丝不爽，反而尽是笑意。可以看得出来，哪怕被人拒绝，甚至被侮辱，可是他却也没有一丝恨意，相反，他似乎还有些引以为豪。楚轩辕使用奥义测试阵看到的人很少，所以他将奥义光柱给炼化到消失的事情是真是假谁知道呢？金鹤真仙带着一股酸气的说道。他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毕竟在他成长起来后，你曾亲眼见过楚轩辕的实力。布衣老僧说道。那又如何？那楚轩辕还不是被自己的族人所杀？天才又如何？没能真正的成长起来都是笑话。我所说的那些夭折的天才，其中也包括了他。金鹤真仙说道，话语之中竟有着浓浓的怒意。我说金鹤呀，你不能因为楚轩辕击败了你师尊，你就这样憎恨于他吧？毕竟那场对决也是你们到皇宫挑起来的。布衣老僧笑道。忽然金鹤真仙转过头来看向了布衣老僧，目光异常的凌厉，寻常人看到定会被活活吓死。那不是一种蕴含着杀意的目光，可却蕴含着绝对的威慑力，让人发自内心的胆寒与畏惧。可是面对这种目光，布衣老僧却始终面带笑意，波澜不惊。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你到皇宫可没有输不起的人，而你这堂堂到皇宫的现任公主，此刻提起昔日对手却是这般，莫非当初另有隐情？布衣老僧问道。听得此话，金鹤真仙的目光有所收敛，可是他却并未回答布衣老僧。说说吧，其实这也一直是我好奇的事。当日楚轩辕与你师尊那一战，只有你在场，后来楚轩辕并未对外宣布结果，就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还是你师尊主动向外公布，说是他败给了楚轩辕的，并且在那之后便郁郁寡欢，直至死去。这很蹊跷，毕竟你到皇宫从来都是愿赌服输，异常的大气。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莫非是楚轩辕用了什么卑鄙手段，让你师尊输得很是不甘，所以才有心结，所以才会活活郁闷致死？布衣老僧连连追问。够了！金鹤真仙大喝一声，不过这个声音只有布衣老僧能够听到，但是金鹤真仙却并未继续发怒，而是很快将自己的怒意压制了下去，说道。到皇宫的确愿赌服输，能够战胜我到皇宫的人，我们绝不报复。我们向来尊重对手，佩服对手。可是我师尊是什么人？她可是到皇宫历代以来最强的一代公主，一生战绩辉煌无比。当初在大千上界，也少有人敢对她不敬。可是她却败给了一个小辈，一个未满30岁的小辈，她怎能甘心啊？金鹤真仙说道。这么说来，你师尊是真的败了，正因为败得心服口服，所以才会郁郁寡欢。布衣老僧问道。金鹤真仙深深地叹了口气，随后仰望虚空，却缓缓地闭上了眼睛，这才继续说道。只是一招，只是一招啊！那楚轩辕只是一招，便将我师尊击败了。我师尊在他的面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他怎么会不服？可就算是服，那也败得太惨了，惨到外人都不会相信。自然而然的，我师尊他也难以接受。如果说那一战之前我师尊盛气凌人，那么那一战之后，他的所有锐气都被磨光了，那一战彻底毁了他。等一等，一招？你是说
当初那场对决，未满30岁的楚轩辕只用了一招就把你师尊给击败了。听得此话，布衣老僧也是目露金色，甚至他那苍老的身躯都开始微微颤抖，汗毛都随之竖立起来。那并不是害怕，而是难以置信，而是无比吃惊。金鹤真仙叹息着应了一声，此刻他的状态也很是奇怪，就仿佛他刚刚回到了当年的那一幕，又重新见到了那一战。这不可能，就算楚轩辕再强，也不可能只用一招就击败你师尊。你师尊他可是道皇宫历代以来最强的一位公主，哪怕你我二人修炼了这么久，也无法追赶上，甚至这辈子都没机会追赶上的人，他怎么可能被楚轩辕一招就是一招？我亲眼所见，绝不会错。金鹤真仙满眼凝重地说道。楚轩辕当时未满30岁，却只用了一招就击败了我那名满天下的师尊。在我看来，他当初的实力足以与楚氏天族的族长平起平坐。后来的他，怕是整个楚氏天族都无人能敌。但是他为何被族人所杀？那是定是因为他自愿去死，否则他若反抗，谁能杀得了他？我恨他，是因为他对外人霸道无比，拥有着绝对的王者风范。可是面对自己的族人之时，却那般懦弱，甚至甘愿放弃生命。本来我是敬他的，但是在他死后，我看不起他。正因我曾亲眼看过他的强大，所以我才对他寄予厚望。我当时甚至觉得他日后能够让大千世界成为星域之主，带领我们的星域去征服那浩瀚星空。可是他却毁在了自己族人的手中，就那样白白死去。我恨他，不是因为他击败了我师尊，害得我师尊郁郁寡欢而死，而是我对他抱了那么多的期望，可是他却那样断送了自己的前程。金鹤真仙话到此处，金鹤真仙那双苍老的拳头握得很紧，可他的眼中却早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怒意，竟满满的都是感伤，就如同这是一件他非常不甘心的事情一般，是他这辈子的遗憾，是他永远也打不开的心结。布衣老僧走到金鹤真仙身旁，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多年老友，我岂会不了解你？这么多年了，每当提起楚轩辕，你都会动怒。旁人觉得你是因为你师尊被楚轩辕击败，所以你才记恨于楚轩辕，但我却始终觉得另有隐情。只是我没有想到，你对楚轩辕竟然是因为既往太深，从而变成了深深的失望。可是金鹤呀，这么多年了，咱们有谁看过楚轩辕的尸体？都传闻他被楚氏天族关押之后，又被其族人所杀。可他真的死了吗？楚轩辕那样的人物，楚氏天族就真的忍心杀他？真的杀得掉他？布衣老僧用那质问的目光看着金鹤真仙，可是他这样的质问，却又不仅仅像是在质问金鹤真仙，而更像是在质问自己。老魔物，算了吧，不要抱有期望了。楚氏天族是什么人，我们都很清楚，那本就是一个不念情面的冷血种族。更何况楚轩辕杀了那么多人，的确是犯了大错。与其期望楚轩辕没死，还不如期待一下这黎明与楚风，也许他们两个日后能够成为第二个楚轩辕也说不定。金鹤真仙说道。说到楚风，他还真是神秘，拥有天级血脉，修炼神伐玄功，却不知道究竟来自何处。话说，我记得楚轩辕的那个儿子好像也叫楚风吧？布衣老僧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金鹤真仙神色一动，看向布衣老僧问道。莫非你觉得楚风他是？别说你没怀疑过。布衣老僧说道。天下间同名同姓的人实在太多了。金鹤真仙摇了摇头，的确，天下间姓楚的人很多，叫楚风的也不少，可是掌握天级血脉的楚家却只有一个。况且那神伐玄功可不是人人都有，更不是人人都能修炼的。不仅天赋如此过人，这名字还一模一样。天下间同名同姓的人再多，可是如这样的巧合又有多少呢？布衣老僧问道。你说这么多，无非是想告诉我，楚风就是楚轩辕的儿子。但是你不要忘记，当初的楚轩辕为何要大开杀戒，还不是因为他的儿子不具备天级血脉，受人侮辱。一个是没有天级血脉的废物，一个是修炼了神伐玄功的天才，两者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金鹤真仙说道。这么多年了，也许他已经改变了，毕竟天才可以夭折，废材也可能崛起。布衣老僧说道。老魔物，我知道你很看好楚轩辕，你如我一样见识过他的厉害，所以才对他寄予厚望。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就算楚风是楚轩辕的儿子，可那不代表楚轩辕就真的还没死，别抱有幻想了。更何况楚轩辕就算真的活着又如何？他与我们非亲非故，我们对他来说也只是众多过客之一，他可能早就忘记我们是谁了。就算他还活着，就算他能够重新崛起，那与我们又有何关系呢？他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吗？金鹤真仙问道。你先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布衣老僧笑眯眯地说道。我先前所说是当年的想法，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变了，我要找到有潜力的天才，我要让他与我有所关联，这样日后他成长起来，我也能够得到好处。而黎明，他便是我的期望。金鹤真仙话到此处，便再度看向了黎明公子。布衣老僧也将目光投了过去。这小鬼，可是这一看不要紧，这两位深藏不露的大人物皆是目光一致，眼神中涌现出意外的吃惊。此刻黎明正盘坐在地上，将他身上的金光全部凝聚在了体内，稳定那金光所赠予他的力量。而那奥义光柱还在他的身后漂浮，但是那奥义光柱的尺寸竟然已经化作了1厘米大小。这小鬼的潜力果然惊人，大千上界也少有人能比啊！金鹤，你还真是捡到宝了。布衣老僧说道。那是自然，我的眼光绝对没错。金鹤真仙洋洋得意。而就在此刻，黎明公子则是睁开了眼睛，他已经彻底掌握了那些从奥义光柱内获得的力量。此刻他站起身来，目光投向楚风，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说道。现在你还要与我争吗？这是何意？楚风笑着问道。你我的修为都被封锁束缚，能够获得的力量便是那光柱之内的能量，而能够获得多少能量，便将取决于你我的强弱。我身后这光柱内的能量几乎被我全部得到，现在的你若是还要继续与我争的话，我可不会手下留情。黎明公子对楚风说道。我还没开始，你凭什么觉得
我从光柱内所得到的能量就一定不如你？楚风反问道。因为你本来就不如我。黎明公子趾高气昂地说道。此时此刻的他，莫说是目光，简直浑身上下的每一处，甚至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绝对的傲气，真是给脸不要脸。偷袭取胜一次，他还真以为他天下无敌了。女王大人气得小脸通红，恨不得冲出去狠狠教训那黎明公子一番。然而相比于女王大人，楚风却是较为平静，他没有与黎明公子理论，而是淡淡一笑后猛然伸手。楚风手掌张开，按在了那奥义光柱之上，随后只见那奥义光柱内的光芒便开始顺着楚风的掌心进入楚风的体内。楚风炼化的速度非常之快，随着那磅礴的能量涌入楚风的体内，那奥义光柱也在急速的缩小。怎么会这么快？此刻布衣老僧神色一动，楚风太急了，这样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金鹤真仙说道。但是楚风炼化的速度始终保持，丝毫没有减缓的意思。很快的，那奥义光柱便从1米长化作了1尺长，并且仍在急速缩减。这个家伙，此刻黎明公子的脸色也是有些变化，眼中涌现出了意外之色。金鹤，楚风他似乎并没有因为速度快而受影响。布衣老僧对金鹤真仙说道。不，一定会减缓的，他这样只会影响最终的成绩。楚风他太意气用事了，他的心性不如黎明啊，竟然被黎明几句挑拨的语言就激怒了。金鹤真仙摇摇头。而此刻那奥义光柱已经被楚风炼化的只剩下了5厘米的大小，但是那光柱被炼化的速度也开始迅速下滑，尽管还在被楚风炼化，但是与先前的速度相比，简直就是天差地别。虽然时间变慢了很多，但是那奥义光柱却仍在缓缓的被炼化。4厘米、3厘米，速度已经越来越慢，但是黎明公子的目光则是变得很不淡定。只要楚风再继续炼化下去，很快就能如他一样，把那奥义光柱炼化到只剩下1厘米。那样一来，楚风就达到了他的高度，他先前的大话可就白说了。终于，那奥义光柱只剩下了2厘米的距离，而楚风炼化的速度也彻底的停了下来。此刻可以明显的看到，黎明公子深深的呼了一口气，他是真的慌了。先前的他真的很害怕楚风继续炼化，但是现在他终于可以松上一口气。尽管与他相差不多，但是楚风终究还是弱了他一点，停下来了。看来剩下2厘米的奥义光柱便是楚风的极限。看来你说的对，楚风果然还是不如黎明啊。布衣老僧说道。不，楚风先前太急了，他若是如黎明一样，一开始就循环渐进的炼化那奥义光柱，他多半可以与黎明一样，将奥义光柱炼化到只剩1厘米的程度。金鹤真仙说道。忽然阵阵掌声响起，竟然是黎明公子。黎明公子一边鼓掌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楚风。此刻他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已经没有了轻蔑之色，但是那抹高傲却依然健在。不错，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看来你有与我争的资格。黎明公子对楚风说道。听你这话，你是觉得我已经结束了？楚风对黎明公子淡淡的笑道。难道你还没有结束？黎明公子讽刺一笑，他根本不相信楚风还能继续炼化那奥义光柱。就在此时，楚风掌心一颤，那奥义光柱内的能量竟急速向楚风掌心涌去，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不过眨眼间的功夫，那奥义光柱便只剩下了1厘米的大小。楚风他竟然能够做到这种程度。此刻莫说是布衣老僧，就连金鹤真仙也是满面吃惊。依照金鹤真仙来看，楚风先前炼化奥义光柱的速度实在太快，那会影响他后面的发挥。所以哪怕楚风先前只是将奥义光柱炼化在了2厘米的大小，但在他看来，楚风的潜力几乎与黎明公子不相上下，差也就差在了操之过急而已。但若论潜力，绝对是不输于黎明的。但是当楚风把那奥义光柱从2厘米大小炼化到与黎明公子一样1厘米大小之后，这则说明楚风的潜力是强于黎明公子的。此刻黎明公子也是一脸吃惊，这还是楚风第一次看见黎明公子露出这样的表情。很显然，黎明公子也知道此刻楚风所做到的事情将意味着什么。然而就在这时，楚风掌心一颤，那奥义光柱竟又被炼化，仅剩1厘米的奥义光柱被一股强大的吸力所分解。很快的，那奥义光柱便彻底分散开来，化作一缕光芒，被吸入了楚风的体内。怎么可能？黎明公子目瞪口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奥义光柱已经不见了，竟然将奥义光柱彻底炼化，竟然真的有人能够做到这种事情。金鹤真仙的脸上不仅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激动之色，就连身体也在不断颤抖，那是激动的，就如同一个寻宝之人寻找到了一个无比珍贵的宝藏一般。此刻布衣老僧没有说话，但是他那苍老而深邃的眼中却闪烁着复杂的目光，他的目光在盯着楚风，没人知道他在想着什么。结局已定，楚风直接把奥义光柱炼化到消失，黎明公子直接丧失了去捕捉奥义光柱的机会，是楚风胜了。金鹤真仙感叹道。是不是有些失望？布衣老僧问道。为何这样说？金鹤真仙反问道。我知道你很期待黎明与楚风的这场对决，但这场对决还没真正开始便结束了，难道你不失望？布衣老僧问道。金鹤真仙淡淡一笑，我今日可是见识到了，有人能将奥义光柱彻底炼化掉，这样的一幕可比一场对决要精彩得多，何来失望？那倒也是，今日所见的确是精彩至极。布衣老僧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此刻这2位大人物已是谈笑风生，可是眼中那浓浓的吃惊却是丝毫未减。若非亲眼所见，我也不相信真的有人能够做到这一步。布衣老僧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宣布结果了。金鹤真仙说道。先等一下。布衣老僧说道。怎么了？金鹤真仙问道。看楚风。布衣老僧说道。听得此话，金鹤真仙也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这一看，布衣老僧也是目露意外之色。
而就在这时，楚风掌心又是一颤，竟有一缕光芒自他掌心掠出。那光芒掠出之后，便开始凝聚变化，最终化作一物，那物便是奥义光柱。虽然此刻的奥义光柱只剩下1厘米，可那的确是奥义光柱。楚风将奥义光柱彻底炼化后，竟然又重新将其凝聚了出来。你这是何意？黎明公子眉头微皱，目光不善地问道。你不要以为我是故意让着你，我只是尊重对手而已。你的修为强于我，为了绝对的公平，金鹤真仙才布下了此阵。既然这场对决要在公平的情况下展开，我自然而然也要遵守这个约定。楚风说道。真是好胸襟啊！布衣老僧感叹道。的确，明明已经赢了，却还是要继续与黎明进行这场对决，这等决定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毕竟那对手可是黎明，就算楚风的潜力高于黎明，可在相同实力下进行对决的话，那却也是胜负未定。金鹤真仙说道。这样不是更好，又能多看一场好戏。布衣老僧说道。是啊，楚风今日真是给了我们不少惊喜。金鹤真仙笑得意味深长，毕竟今日楚风不仅在潜力方面让他吃了一惊，就连这胸襟方面也让他眼前一亮。只是那黎明心高气傲，他会接受楚风这样让着他吗？布衣老僧问道。黎明的却心高气傲，但他这次能够来主动找我帮忙，就说明那件事对他来说很重要，所以他会接受的。金鹤真仙说道。这可是你自己的决定，若是输了，你可别不服哦。黎明公子对楚风说道。果不其然，哪怕明知道楚风是故意让着他的，并且也的确有点不爽，但他还是选择继续与楚风这场对决。放心吧，我楚风绝对愿赌服输，不过前提是你真的能够胜我。楚风笑着说道。定会如你所愿。黎明公子此话落下的同时，身形猛然异动，如同离弦之箭，速度却胜过奔雷，携带着强大的气息，正对着楚风飞掠而来。没错，他瞄准的是楚风，而并非是楚风身后的奥义光柱。他的战略很明显，他是准备先将楚风打倒，然后再夺取奥义光柱。而几乎在黎明公子向楚风掠来的同时，楚风也是猛然移动，化作一道笔直的金光，向黎明公子掠了过去。接招，二人眨眼之间已经来到彼此近前。黎明公子的拳头如同暴雨一般，密密麻麻地向楚风攻了过来。他不是要攻楚风一点，而是要攻楚风全身，要从正面将楚风打倒。然而面对黎明公子的攻势，楚风却是轻哼一声，只见其食指张开，随后手臂向前推动。下一刻，只见无数道手掌如同铜墙铁壁一般挡在了楚风的身前。黎明公子的所有攻势竟然尽数被楚风给挡了下去。随后楚风又是一轮攻势向黎明公子反攻而去，但是楚风的攻势却同又尽数被黎明给挡了下来。二人此刻战力相同，甚至就连攻击技巧也是不相上下，你来我往。虽然拳脚上的交锋可谓激烈异常，但却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焦灼之中。这两个小鬼的战斗技巧都非常娴熟，但正因如此才难分胜负。他们若是继续纠缠，是很难有结果的，必须尽快将目标转移到奥义光柱才行。金鹤真仙说道。那倒也未必。布衣老僧说道。难道我说的不对？金鹤真仙问道。金鹤呀，这好歹是你布置的阵法，难道你就不知道那奥义光柱终将耗尽吗？虽然现在他们的战力相同，但是当奥义光柱内的能量耗尽之后，他们便能分出胜负。布衣老僧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待奥义光柱的能量耗尽后，黎明公子只能坐以待毙，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么强的潜力再将最后一点奥义光柱炼化，但是楚风却能做到黎明公子所做不到的事情。金鹤真仙说道。不，你还是不了解楚风，他既然从一开始就不屑将奥义光柱彻底炼化，而选择在与黎明公子拥有相同力量的情况下交手，那么哪怕当将体内那些奥义光柱的能量彻底耗尽之后，他也不会再去炼化奥义光柱的能量。布衣老僧说道。那如何分胜负？金鹤真仙问道。虽然他们此刻体内所掌握的能量相同，但是却未必将体内的能量一同耗尽。布衣老僧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老魔物，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奥义光柱的能量很难把控，所以他们消耗的速度几乎是相同的。金鹤真仙坚定的说道。寻常人的确无法把控奥义光柱能量的消耗速度，但是你可别忘记，这两个小鬼可不是普通人，你可千万别忘记，把奥义光柱彻底炼化，那本来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布衣老僧笑眯眯的说道。难道说楚风还能再次创造奇迹？听得布衣老僧这样一说，金鹤真仙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其实未必就一定是楚风，也许能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是黎明。布衣老僧说话的时候，则是将目光投向了黎明公子。而此刻楚风与黎明公子还在继续交手，黎明公子正在疯狂的进攻楚风。黎明，你是没吃饭吗？怎么拳头越来越没力气？楚风一边渐渐的冷笑，一边讽刺的对黎明公子说道。面对楚风的讽刺之音，黎明并未作答，并且面无表情，可是他的攻速却是越来越快，力道也是越来越强，竟然是心理攻势。楚风这小子还真是有手段。布衣老僧笑眯眯的说道。楚风小小年纪竟然如此老了，与他相比，黎明还真是有些稚嫩。金鹤真仙也是感慨起来，虽然表面上黎明公子的情绪并未受到影响，可是他的攻势却越来越暴躁。也许楚风与黎明公子都无法减缓体内那奥义光柱能量的消耗速度，但是如黎明公子这般疯狂的攻击，却一定会加快体内能量的消耗速度。所以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这两位老怪物已经认定黎明还是被楚风的心理攻势所影响到了，因为他体内那能量的消耗速度已经快过了楚风，这样下去他会率先将体内的能量耗光，而只要能量耗光，他便无法再与楚风抗衡。果然是你猜对了，还是消耗的能量上产生了差距。楚风他虽然无法减缓自己体内能量的消耗速度，可是他却激怒黎明，以此来增快黎明体内能量的消耗速度。不得不说，乃是好手段。金鹤真仙感叹道。虽然激怒了黎明，但是正在后退的
可是楚风自己，他这样做未必就占了便宜。布衣老僧说道，似乎除了增快黎明体内能量的消耗，的确没有讨到便宜。金鹤真仙看后也是目光一变，因为此刻黎明的攻势异常凶猛，面对这种情况，楚风竟只能防守，而没有办法反击。面对如此强力的攻势，楚风尽管尽数挡下，可也会难免会被击退。虽然退后的速度很慢，尺度也不大，可却的确在后退。而楚风每退后一步，黎明就前进一步，距离楚风身后的奥义光柱便近了一步。所以此时此刻，这场对决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并非是对楚风倾斜，而是开始向黎明倾斜。老魔物，快看！黎明那小鬼的嘴角。忽然，金鹤真仙眼眸又是一动，他的眼中竟涌现出极度的吃惊之色。这小鬼见此一幕，布衣老僧也是目光一变，随后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也许寻常人看不出来，但是他们却能够看出来。此刻，黎明公子的嘴角隐藏着一抹微笑，那是一种得意的微笑，那是一种阴谋得逞的微笑。这多半说明黎明公子并没有真的被楚风激怒，也可以说是故意被楚风激怒的。他就是要借此机会逼退楚风，从而靠近奥义光柱。这样看来，虽然楚风使用了心理战术，可是这真正占了便宜的却是黎明啊！金鹤，先前谁说这黎明稚嫩来着？依我看，这黎明不仅不稚嫩，相反，他很是老道啊！布衣老僧对金鹤真仙的说道。这场对决终于变得有趣了，金鹤真仙也是不由得笑了起来，因为这样的对决才是他们想看到的。也许常人看不出来，可是他们却能够看到这场对决真正的精彩之处。因为这场对决最精彩的，并非是楚风与黎明那犀利的攻势和远胜同辈的攻防的技巧，而是两个天才从心底里对彼此的算计。我只守不攻，你也难奈我何。黎明，你这天才之名也不过如此。楚风面带微笑，用那渐渐的目光盯着黎明公子。看来楚风他还根本没意识到，他已经吃了亏。眼见着楚风只是继续嘲讽，并且还洋洋得意，越来越高兴。金鹤真仙的眼中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失望的神情。在他看来，此刻的楚风已经处于劣势了。楚风若是再不反应过来，怕是就要吃大亏了。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清脆的声音猛然传来，是楚风的手掌。楚风用自己的手掌紧紧地抓住了黎明公子的拳头。这是见此一幕，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皆是神色一动，就连那本在猛烈进攻的黎明公子也是微微一愣。就在下一刻，楚风猛然大喝一声，随后手臂身形转动，手臂用力，竟将猝不及防的黎明公子给抡了起来。此刻，黎明公子就像是一个沙袋，被楚风抡在半空，并且狠狠地向地面砸去。若是他就这样落地，那定然要身负重创，因为楚风此刻甩出去的力道可是非同小可。休想！不过黎明公子也非寻常之辈，他很快便看穿了楚风的打算。尽管已经被楚风的力道所掌控，但他却在半空扭转身形，想用双脚落地。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卸掉身上的力道，避免自己受伤。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嘴角又是微微上翘，随后他竟忽然松开了黎明公子的拳头。被楚风松开之后，黎明公子并未落地，而是如同离弦之箭一般被楚风给丢了出去。而他所被丢去的方向乃是这阵法的一个死角。而就在黎明公子被丢出去的同时，楚风也是紧随其后的追了过去。但是楚风并不是去追赶黎明公子，此刻楚风的目标只有一个，那便是黎明公子所守护的奥义光柱。只是这一瞬间，黎明先前所占据的那点优势便被楚风瞬息摧毁。眼下占据了绝对优势的乃是楚风。楚风他竟然藏了这么一手。此刻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先是神色一致，随后在他们那苍老的眼中便涌现出了又惊又喜的目光。此刻他们才终于知道，先前的一切都是楚风故意为之。楚风激怒黎明，然后被黎明攻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现在做铺垫，他就是要让黎明觉得自己占据了优势，从而放松警惕。然后楚风再使出这一招。楚风那丢出去的力道太强，黎明公子除非落地，否则根本没办法减缓自己的速度，只能顺着楚风丢去的方向飞去，直到触碰到阵法边缘才能停下。所以此刻的黎明公子，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向回飞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楚风向自己所守护的奥义光柱掠去，却是毫无办法，胜负已分。此刻布衣老僧的嘴角终于洋溢起了一抹欣慰的笑意，而金鹤真仙也是随之点了点头。高手对决，胜负只在一瞬之间。黎明失误了，他被楚风所算计，而这个失误足以让他惨败。终于，黎明公子重重地撞在了那阵法的墙壁之上，得手了。而与此同时，楚风距离那奥义光柱已是不足10米，他的嘴角也终于洋溢起了放松的笑意。与此同时，他早已经张开手掌，准备将那奥义光柱握在手中，因为只要他抓住眼前的奥义光柱，那么这场对决就是他赢了。然而就在楚风距离那奥义光柱只有1米距离的时候，忽然一道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了那奥义光柱之前。看到眼前的这个人，楚风也是为之一惊，那竟然是黎明公子。本已经被撞在阵法墙壁之上，距离此处至少100米的黎明公子，竟然挡在了奥义光柱之前。而一切太快，楚风根本来不及收手，所以他的手掌也是狠狠地按在了黎明公子的胸口之上。这感觉，可是就在碰到黎明公子胸口的一瞬间，楚风先是心中一紧，随后心跳便猛然加快起来。因为在接触到黎明公子胸部的一刹那，楚风的掌心传来的感觉并非是属于男儿的当猛，竟然属于女子的柔软。楚风抬起头再度看向黎明，才发现黎明早已经如同石化了一般愣在了那里。而楚风下意识的便觉得，黎明之所以会有如此反应，那定然是他此刻所做的事情所引起的。似乎是为了确定自己的猜测，楚风又轻轻的捏了2下，而那种柔软依然健在。这证明楚风先前的感觉并非错觉，而的确是黎明隐藏了什么。混账！忽然一声极其愤怒的声音传来，
紧随其后，只听啪的一声，一个耳光便落在了自己的脸上。是黎明公子。楚风此刻能够看到黎明公子小脸通红，眼中涌现出无比愤怒的神色，那个眼神简直就是恨不得要杀了楚风。可是除了那愤怒的目光之外，却也只属于女子的特殊目光，那是羞涩的目光。这黎明公子本就长得俊俏，此刻露出这副表情，简直就是一个娇滴滴的小美人啊！见此情形，楚风并没有因为挨了黎明公子一个耳光生气，反而揉了揉自己那被打的侧脸，坏坏的一笑，说道：“黎明妹子，隐藏的不错呀，若不是不小心摸到了，还真没想到你这么深藏不露，我要宰了你！”黎明公子小脸涨红，却又杀意磅礴的向楚风扑了过去，那个样子可不仅仅是要杀了楚风那么简单，那简直就是要把楚风碎尸万段。喂，你这是做什么？说好的只是切磋，可没说过索命的。我知道你为什么了，不就是不小心被我摸到了吗？那你也不能怪我，不是谁让你女扮男装了？我要是知道你是女的，可绝对不会往你那里摸，所以这可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自己。你说说，你好端端的一个小美人，干嘛要装男的呢？莫非？楚风一边闪躲，一边笑眯眯地调侃着黎明。且话到此处，他的目光又多了几分挑衅的味道，说道：“莫非你有什么特殊癖好？你该不会也喜欢女人吧？我要撕烂你的嘴！”黎明公子气得咬牙切齿，那迷人的红唇之中，说话的时候简直都像是能喷出火来一般。他不停地向楚风扑杀而来，不仅招招致命，那股杀意更是骇人。他可不是开玩笑，他是真的动了杀念，他是真的要杀了楚风。这可不妙！黎明女儿身的身份被楚风识破了不算，居然还被楚风占了便宜。以黎明的性子，他是真的要杀了楚风不可。金鹤，要不要制止一下？布衣老僧对金鹤真仙问道。这场对决还未结束，而黎明的真实修为已经被我束缚，他能用的唯有奥义光柱赋予他的力量。就算他真的动了杀念，却也无法击杀此刻的楚风。而就算是真的有意外的话，我也不会及时出手，所以你不用担心楚风的安危。金鹤真仙说道。反正这里是你的地盘，一切由你决定，我只负责看戏。布衣老僧笑眯眯地说道。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了，胜负已定。先前黎明是装作被楚风激怒的，但是现在不同，当楚风触碰到了他的禁忌之后，他算是真的被楚风激怒了。再加上楚风那些挑逗的话语，黎明的心中已经彻底被怒火所占据。这样的黎明已经没办法继续与楚风周旋，楚风很快就会赢了。金鹤真仙说道。的确，楚风这小子还真是够滑头的，居然连这种便宜也占，并且充分的利用了黎明被占便宜后那愤怒的情绪。不过说实话，我还真是越来越喜欢楚风这小子了。布衣老僧笑眯眯地说道。我又何尝不是？金鹤真仙的嘴角也同样挂着淡淡的笑意。他们并没有因为楚风用这种手段而鄙视，相反，都很欣赏楚风的急中生智和随机应变的能力。那你要不就收了他，有你罩着他，这百炼凡界便没人敢再欺他了。布衣老僧说道。楚风的各方面似乎的确比黎明要强上一点，但是我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我已经认准了黎明，便不会轻易收他人为弟子。更何况天赋再好，也需要后天培养。楚风现在表现得好，未必代表着他日后一直能这般优秀，也许会被黎明超越，也说不定。总之，他们两个，我还是看好黎明。金鹤真仙说道。是吗？布衣老僧淡淡的一笑，可是他的目光之中却明显有着不相信的神色。他知道金鹤真仙不想收楚风为弟子，其实是另有原因的。而与此同时，黎明在围绕着这阵法，拼命的追击着楚风。至于楚风，他只是逃而不反击，甚至根本都不与黎明公子交手。而就在此刻，楚风所跑的位置，距离那奥义光柱已是不足1米。他探手一抓，便将奥义光柱抓在了手中。抓到奥义光柱后，楚风便忽然止住了步伐，转过身来，笑眯眯地看着那从身后追来到了黎明公子，说道：“黎明妹子，愿赌服输，是我赢了，我要杀了你！”眼见着楚风已经把奥义光柱握在手中，黎明公子知道他又被楚风摆了一道，所以此刻他的怒意比先前还足，当真是要杀了楚风不可。然而就在黎明向楚风扑杀而来，甚至马上就要碰到楚风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力量却忽然从天而降，把黎明公子硬生生的给压制了下来。此刻的黎明已经是无法动弹半步，下一刻，一道身影也是凭空而现，出现在了这阵法之中。此人乃是金鹤真仙。黎明愿赌服输，这场对决是楚风赢了。金鹤真仙说道。可恶，放开我，我要杀了他！黎明公子显然未从愤怒中走出来，仍在愤怒地咆哮着。黎明，这里是我的地盘，我不会任由你撒野。这场对决你输了，我便不会帮你。不过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若是愿意做我弟子，就算你今日输了，可你想找我帮的忙，我还是会帮。金鹤真仙对黎明说道。你若是现在放了我，还我修为，让我杀了这个楚风，我会考虑做你的弟子。黎明公子对金鹤真仙说道。若是这样，怕是不行，你还是先考虑一下我所说的话吧。金鹤真仙淡淡一笑，随后手臂轻扬，一缕光华便自其掌心掠出，笼罩在了黎明公子的身上。而下一刻，那黎明公子便凭空消失，离开了此处。想必是被金鹤真仙送离了这云鹤山。晚辈楚风拜见前辈。至于楚风，则是恭敬地对金鹤真仙施以一礼，毕竟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金鹤真仙的真面目。而看到本人之后，楚风越发的确定，这位乃是真正的世外高人。尽管他看不透金鹤真仙的修为，可是那股王者一般的气质，却绝非平常修武者所有。随我来吧。金鹤真仙说话之间，转过身躯，随后大袖一挥，楚风便感觉四周的景物开始急速变换，他什么都看不清了，唯一能够看到的便只有金鹤真仙的背影。金鹤真仙似是在前行，而楚风在被他引领。终于，楚风四周的景物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但是此刻的楚风看着眼前的一切，却是目光一缩，神色一变。此刻
楚风仿佛已经离开了云鹤山，他的四面八方乃是一片干枯的平原，这片平原一望无际，没有一草一木，大地不仅干枯到尽是裂痕，从那裂痕之中更是闪烁出如同岩浆一般的光芒，这里根本就不像是人类生存的地方。楚风有一种进入了岩浆世界的错觉，但此刻此最吸引楚风目光的却是远处的一座山峰，那山峰很是特别，明明似是天然形成，可是却又有着鬼斧神工一般的形态。它似是一只大手从地表延伸而出，直奔青天，那举手张开，似是托着一物，只是一眼望去，明明什么都没有。的确，如此距离，常人的确是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楚风却看得见。而楚风之所以会如此震惊，正是因为他所看见的那个东西，那竟是一片竹简，与楚风丹田之内的那片竹简很像。楚风那片竹简，莫非不止一片？蛋蛋能与楚风共享视听，所以楚风所看到的，眼下蛋蛋也看到了。太远了，无法感受到他的气息，可是真的太像了。楚风此刻也是感慨万分。如今若说楚风身上的至宝，除了那难以驾驭的邪神剑之外，就非楚风丹田内那片散发着远古气息的竹简不可了。那片远古竹简不仅让楚风对武技的理解远胜常人，这更是大大增加了楚风的战力。甚至当初楚风被邪神剑反噬的时候，差点险些死去，楚风隐隐间觉得是丹田内一股远古力量救了他。其实他一直怀疑就是那片远古竹简所为，所以楚风一直觉得远古竹简定是远古时期的至宝，而现在居然又出现一片远古竹简，楚风几乎能够确定，如果那远古竹简与自己的丹田内的一样的话，那么它也一定是一件无价之宝，一件能够掀起血雨腥风，让无数修武者大开杀戒的至宝。楚风，相信你也看到了吧？那便是我要你取来之物。金鹤真仙对楚风说道：“那物炙手可得，前辈为何非要我去取？”楚风问道。金鹤真仙并未回答，他只是伸出手掌向前按去，忽然间，他的手被阻拦了下来。与此同时，一道水纹般的波动也是自其掌心处挡开。结界，楚风颇感吃惊，那结界就在他的眼前，可是，在金鹤真仙触发之前，他却是丝毫没有察觉到。这里唯有小辈可以进入，所以我需要你帮忙。但是楚风，我有预感，那封神竹简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金鹤真仙说道。封神竹简，楚风颇感意外，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但是他从金鹤真仙这句话中就能听得出来，金鹤真仙显然是知道这远古竹简的来历。于是楚风赶忙问道：“前辈，这所谓的封神竹简，莫非有何特殊来历吗？”封神竹简乃是传说，对于它的来历以及传说，其实有许多个版本，而最受认可的一个版本，也是发生在远古时期。相传那还是远古初期，有一片奇特的竹林，它没有依托在任何一个世界，就那样独立的屹立于浩瀚天外之中，它微光闪闪，似是浩瀚天外中最小的一颗星辰，但却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天地能量，甚至是任何一方世界都无法比拟的。最重要的是，那片竹林之中竟然记载着修武的奥义，若是有人有幸能偶寻到那片竹林，定会修为大涨，成为一位可以纵横各个星域，甚至整个浩瀚星空内的绝顶强者。可是那片竹林飘忽不定，想要寻找到它的几率简直微乎其微，但总有那么些幸运的人能够寻找到那片竹林。后来有一对兄弟一同寻到了那片竹林，那对兄弟天赋极好，在寻得竹林之前就已经是声名赫赫，威震整个天外，让各方星域的域主也要忌惮三分的凶狠人物。他们兄弟二人在寻得那片竹林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因为得到一些成就立刻离开那片竹林，而是潜心修炼，在那片竹林一待竟然就是数万年。相传在他们二人闭关于竹林之时，也会偶尔有幸运的人找到那片竹林，可是那些人都会被那对兄弟所杀害。他们兄弟二人要独霸那片竹林，他们两个本就天赋异禀，再加上竹林内奥义极深，数万年之后，他们两个的修为已是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屹立于整个天外的最巅峰。传闻他们兄弟二人只是一人就拥有称霸整个天外的能力，可是天下霸主只能有一个，为了称霸天外，成为独一无二的王者，独一无二的神，他们兄弟二人各怀鬼胎，竟为了王者之名反目成仇，兄弟二人互相残杀起来。他们兄弟二人大战的地点便是那片竹林之中，那一战威压漫天，震颤星空，据说整个天外都受波及，甚至有无数世界被二人的余威摧毁。但那一战非常的惨烈，最终的结局也同样是令人叹息的。他们兄弟二人不仅将那片竹林摧毁，二人更是两败俱伤，性命难保。在生死关头，两兄弟终于醒悟，可是他们却已经难以存活下去。最终兄弟二人在那片残破的竹林碎片之中寻得一些尚且能用的竹片，制作成了竹简，将他们二人毕生所学融入了那竹简之中。那竹简由367片组成，是那对兄弟留给后人的财富。可是在二人将竹简制成，即将死去之时，却又不知是何原因，那竹简被打散了。从此那竹简散落在整个浩瀚天外各处，据说每片竹简都蕴含着非同一般的力量。传闻只要得到完整的竹简，便可以获得世间最强的力量，成为整个天外的王者，成为主宰世间的神。因此这竹简被誉为封神竹简。金鹤真仙一脸凝重地对楚风讲述道：“哈哈，想不到这竹简竟有如此大的来头，这简直就是这整个天外最珍贵的宝物啊！楚风，你如此修为，居然就有一片，哈哈，简直是太幸运了。”得知此事，禹王大人兴奋不已。是啊，这还真是一不留神就捡了个大便宜呢。此刻楚风的内心也是兴奋不已，虽然那只是传说，很有可能是假的，但若是真的，那么楚风丹田内的竹简价值可就实在是太大了。毕竟从此刻金鹤真仙那认真的模样，就足以看出这竹简的厉害。本来以为
封神竹简只是传说，可是山峰顶部的那片竹简却与封神竹简一模一样，看来传说很有可能是真的呀。此刻，金鹤真仙也是感慨万分，他望向那片竹简的目光之中，散发真难以掩饰的兴奋以及无尽的期待。若传说是真的，那么此处的那位尊者也非寻常之辈啊！楚风感叹起来，在他看来，这竹简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这云鹤山之中，定然是与当年的那位尊者有关。毕竟那位尊者本就是百炼凡界的一个传奇，他到底有着怎样的本事，甚至没人知道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修为，都无人能够确定。当他来到此处的时候，他便是百炼凡界真正的王，没人敢招惹的存在，多半是与他有关。只是此处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才出现的，在此之前，我竟从未发觉，在这云鹤山之内竟有这样的地方。金鹤真仙说道，也就是说，他是主动出现的。楚风明白了金鹤真仙的意思，这竟是一处隐藏起来的禁地，隐秘到连金鹤真仙的实力也是没有丝毫察觉，所以此处的出现定然是与金鹤真仙没有关系的。正是如此，可正因如此，楚风相信你也能够想到，此处无缘无故现身，定然是有所蹊跷的。而他就算只许小辈踏入其中，也绝非眼前所见这么简单。你若所见进入其中，多半会遭遇凶险，甚至丧命在其中也有可能。所以我要再问你一次，你是否还愿意进入其中，去帮我把那片封神竹捡起来？金鹤真仙问道。金鹤前辈，若是我不去，你会帮我医治我兄弟吗？楚风对金鹤真仙问道。对于楚风这个问题，金鹤真仙并没有回答，却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见金鹤真仙如此，楚风也是淡淡的笑了。前辈，其实就算你现在愿意免费帮我医治我兄弟，但是这件事情我也要帮你办了。为何？金鹤真仙诧异地问道。因为这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我楚风是个遵守承诺的人。说完此话，楚风随之一笑，与此同时，他的脚步已经向前方踏去。很快的，楚风的脚便触碰到了那层无形的结界，那结界也是荡起了如同水花一般的涟漪，但是那结界并没有将楚风阻拦下来，楚风就那样穿了过去。果然，真的只有小辈能进去。见楚风成功进去，金鹤真仙则是松了一口气。那样一个宝物，那样一个传说级的至宝，若说他不动心，那绝对是假的。尽管他知道楚风踏入其中多半会有凶险，但是他还是希望楚风试一试。毕竟说到底，楚风的生死与他无关，可是只要楚风成功，那么他可就捡到了传说中的至宝，也许这就是他这辈子所遇到最大的机遇，他自然不愿错过，也不想错过。然而楚风刚刚踏入其中，还没来得及多走上一步，楚风所在的区域便剧烈的颤动起来，阵阵轰鸣之音不断自地底之中传来。与此同时，楚风前方的辽阔大地开始纷纷崩塌，随着大片地表的脱落，楚风的前方化作了一片深不见底的深渊，唯有那片支撑着封神竹简的山峰还在。很快的，阵阵磅礴的气息从地底深处传来，似是有什么东西要从地底深处浮现。但是这种情况只在楚风所在的那一面有，在金鹤真仙所在的这一面，一切依旧如常，没有一丝变化。也就是说，那道无形的结界就似是一道墙壁，它把这片区域分割成了两个地方。楚风所在的地方已经山崩地裂，可是金鹤真仙所在的地方却没有一丝破裂，依旧完好无损。那是金鹤真仙此刻的脸色早就变得凝重，而他的目光一直紧紧地盯着那片区域的改变。可是当那片区域真的发生改变之后，就连金鹤真仙也是眉头紧皱起来。在楚风的前方出现了一座山以及一片海，但是那却不是寻常的山，也不是寻常的海。那山不是很高，却利刃密布，寒芒闪烁，有的只有1寸长，有的却达100余米，此乃刀山。那海巨浪翻腾，并且烈焰滚滚，一条条火龙在其中涌动，此乃火海，刀山火海。此刻楚风目光一变，心中一动，随后眼中涌现出了些许意外之色。他想过很多种机关等着他，却没想到会是刀山火海，这么老套的考验等着他。毕竟这里可是尊者所布，而只有眼前这些，难免让楚风有些失望。这刀山火海太寻常了，根本就伤不到你啊！女王大人也是说道。的确如此，楚风淡淡一笑，随后毫无顾忌的便向前走去。以他如今的修为，这种级别的东西根本就是难以伤他分毫。然而楚风刚踏出一步，还未真的走入那刀山之中，便感觉额头一痛，随后轰飞而退，直接穿过拿到结界，被硬生生的轰飞了出来。怎么会这样？此刻楚风瘫坐在地上，一脸的不解。是结界，在那刀山火海前方仍有结界，看来你无法用正常的手段走过去。金鹤真仙说道。那我该怎么做？那结界我看都看不到，明显是非常高明的结界，以我的结界之术根本就破解不了。楚风说道。地上不行，也许空中可行。楚风，你试试看能否飞过那刀山火海。金鹤真仙说道。听得金鹤真仙的话后，楚风也不废话，而是直接拔空而起，再度穿越那重分割线一般的结界，并且已经来到了那刀山的上方。空中没有结界，此刻楚风欣喜不已，因为当他来到空中之后，并没有再遇到先前将他轰退的结界，这说明空中并没有结界，空中可以通过。楚风小心点，也许空中还有机关。金鹤真仙提醒道。明白。楚风不是大意的人，其实不用金鹤真仙提醒，他也早就做好了提防出现意外的准备。可是令他意外的是，一路飞过，他已经彻底跨过了刀山火海，却没有受到阻拦，竟然没有机关。那这里也太破绽百出了吧？女王大人以疑问的口吻说道。他并没有真的觉得这机关就到此为止，而是在提醒楚风，这里应该不止眼前所见这么简单。到底如何，很快就将揭晓。楚风并未退缩，因为他已经来到了山峰之巅，并且飞落而下，那片封神竹简就在他的眼前。果然是他，不过这感觉却又有些不同。
真是不知道这片封神竹简之中蕴含着怎样的力量。如此距离，楚风已经能够感受到这封神竹简的气息，那股来自远古时期的气息，与他丹田内的那一片一模一样，可以确定是出自同一地方。可是若论全部的感觉，却又有着一些差别，就仿佛在提醒楚风，他与楚风丹田内的那片并非一个类型一般。看来不管传说是不是真的，这竹简都是绝对的至宝啊！若是能够占为己有就好了。女王大人笑眯眯地说道。此刻在她的那双美眸之中，已经放出了异样的光芒，可以看得出来，她是多么的想要让楚风得到这片竹简。我也想啊，只是我不能，也做不到。楚风苦笑一声，随后便探手一抓，想将那竹简抓在手中，而他竟然真的成功的抓到了那片封神竹简，成功了！女王大人狂喜不已，而楚风心中的石头也是终于放了下来。他本以为在这最后一步会出现什么差错，比如会有无形的结界阻拦他，但是现在来看并没有，的确成功了。楚风的脸上也是露出了轻松的笑容，随后便收回手臂，想将竹简带走。这感觉，忽然楚风神色大变，因为楚风惊愕地发现，此时此刻他那抓住封神竹简的手臂竟然已是无法收回。楚风，怎么了？莫非他将你吸住了？女王大人紧张地问道。并没有。楚风松开竹简后，将手臂收了回来。那是怎么回事？女王大人很是诧异，因为楚风的手臂成功收了回来，可是那竹简还在原处，是我无法撼动这片竹简。楚风说道。怎么会这样？是哪里出了问题？女王大人有些不解。此刻楚风回过头来，看向了那片尚且还在的刀山火海，莫非是必须要走过那刀山火海才能取走这竹简？女王大人说道。多半如此。楚风说道。在他看来，那刀山火海绝非摆设，而能够从空中来到此处，也绝非漏洞，因为就如女王大人所说，若要取走竹简，多半必须通过那刀山火海。可是你根本就过不去，这可怎么办？女王大人说道。一定还是有办法的。楚风向回飞掠，回到了金鹤真仙的身旁。看来这刀山火海是必须要过的。金鹤真仙叹息一声，很显然，楚风与女王大人所发现的问题，这位高人也发现了。前辈，我有一个方法，也许可行，不过我需要你帮忙。楚风说道。什么方法？你说。金鹤真仙说道。首先那结界我们破不开，但是那刀山火海很寻常，莫说我们还不具备破开那结界的力量，就算以我现在的力量，若是踏入其中，那刀山火海也是难以伤我分毫。试问，如此简单的刀山火海，为何要由如此强横的结界来封锁呢？楚风问道。楚风，莫非你的意思是说，那结界根本不能用蛮力破解，而是有特殊的通过方法？金鹤真仙问道。那刀山火海若是考验的话，那多半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把它变成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我既然无法改变它，那便只能来改变我自己了。楚风说道。你的意思莫非是说，金鹤真仙也是目光一动？前辈，如你所想，但是这种事情我做不到，所以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你帮我封锁修为，封锁到让我彻底变成一个平凡人。只有这样，那刀山火海对我来说才会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也只有这样，我才有机会走入那刀山火海。楚风说道。可是我若真的封印你的修为，你的体质也会被封锁，那个时候你就真的要感受利刃破体之苦，火焰烧身之痛，而你能做的唯有靠毅力走过去。最重要的是，你若出现三长两短，没人能去救你，你会死在当中，这非常危险，很容易丧命。你真的要如此？金鹤真仙问道。前辈，试一试吧，若这真的是最后的办法，那我们似乎没有选择了。楚风说道。你真的考虑好了吗？金鹤真仙再度问道。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知道，若真如楚风所说，那么这实在太危险了。想想一下，刀山和火海，以常人的体质闯入刀山火海，那寻常人是根本做不到的，多半刚踏入刀山就被刺死，就别提踏入那火海了。虽说如今的楚风已是无祖之身，可若金鹤真仙真的封了他的修为，那么他与寻常人的体质就没有太多差异，唯一不同的就是胜过寻常人的意志力。可是当肉身承受能力变弱，只靠意志力支撑的话，想要走过那种地方真是太难了。我考虑好了，让我试试吧。楚风说道。好，既然你已决定，那我便助你。金鹤真仙点了点头，随后便布置结界，以强大的结界之术将楚风的修为彻底束缚。此刻的楚风不仅失去了修为，连结界之术也使用不了，就连秘籍也被封锁。他不仅不再是不死之身，他肉身也失去了属于五祖的刚猛。如果说被束缚之前，楚风的肉身刀枪不入，他的皮肤比特殊的冰刃还要坚硬的话，那么现在的他脆弱无比，哪怕最寻常的刀刃也能轻易地隔开他的皮肤，刺入他的身体。楚风，若是不行，就退回来，不要勉强自己。无论成败，你朋友的伤我都会医治。金鹤真仙对楚风说道。谢了前辈，但是您放心，我楚风一定会成功。楚风嘴角上扬，而在他的眼中也洋溢出了绝对的自信之色。随后楚风便在金鹤真仙的注视之下，楚风便毅然而然地穿过那道隔绝两地的结界，向那片刀山行去。他成功了，他成功地踏入了那片刀山之中。他猜对了，想要踏入这刀山，就必须承受着刀山带给他的痛苦，而这痛苦也绝非假的。哪怕楚风再小心翼翼，可是有些刀刃仍是无法躲过去的。很快他的身上便出现了一道道血痕，脚上也被刀刃洞穿了。那种疼痛换作常人根本无法忍受，肯定早就寸步难行。那已经不是坚持不坚持的问题，而是肉身伤到一定程度将会失去行动能力。但是楚风却可以凭借自己坚定的意志力，却操纵自己的肉身，只要肉身还在，他就能让自己动起来。这份意志力是这么多年经过无数磨难，经历无数痛苦，一点一点修炼来的。可是没了修为，没了结界之术，这份痛苦却是毫无缓和的。以最残忍
最霸道的方式袭击而来。楚风是真真切切在感受刀刃穿过肉身的痛楚。很快的，他的浑身上下从头到脚皆是血肉模糊，因为无法止血，所以那血便不停地流。他已经化作了一个血人，甚至可以说，此刻的他已经不像是一个人。楚风，能行吗？实在不行就回头吧，反正金鹤那老头都答应你帮王强医治了。女王大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双玉拳紧紧地为楚风握着。没事，我能忍住，这对我来说也是一场磨练，我不想错过这场磨练。楚风淡淡地笑道，这算什么磨练？这分明就是受罪，你何必呢？女王大人无法理解，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放心吧，我的女王大人，我还熬得住。楚风淡淡地笑道，可是他的笑容已经看不见了，因为他的脸早就被那些刀刃割得面目全非，甚是恐怖。尽管楚风说着没事，可是他的身躯已经开始颤抖，那刀痕已经把他的血肉磨光，开始割向他的骨头。此刻的楚风就像是一个拖着残缺肉身的骷髅，颤颤巍巍的在这刀山之中前行。你这家伙怎么如此固执？好，本女王不管你了。见劝说楚风没用，女王大人气得坐在了地上。虽然说是不管楚风，可是她的那双美眸却闪烁出了晶莹的泪花。最终，楚风成功穿越了那片刀山，但此刻的他早已经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具行尸走肉。楚风，若是不行，就回头，现在还来得及。可你若踏入那片火海，可就真的危险了。看着那血肉模糊，只剩下一副骨架，却仍在支撑的楚风，金鹤真仙也不由得开口劝阻起来。然而，不知楚风是听不见，还是故意不回答。他拖着那副残躯，毅然而然地踏入了那片火海之中。楚风那小小的躯体与那火海相比，简直渺小到可怜。他踏入其中，瞬间便被火海所吞噬，就如同真的落入了汪洋大海一般，消失不见。只不过那不是普通的海，而是热浪升腾、火焰滚滚的火海。最重要的是，进入那火海之后，以金鹤真仙的能力，居然看不到楚风。这火海不简单啊，根本就不像眼前所见那么寻常。不知楚风能否熬过此关？一道声音在身后响起，是布衣老僧。布衣老僧其实一直都在，只不过他并没有现真身，所以楚风根本就不知道这位老前辈也一直在他的身旁，观察着发生的一切。希望他能没事吧，否则这样一个天才因我而陨落，我这心里也实在是过意不去。金鹤真仙感叹道。而此刻布衣老僧则并未多说什么，向来风轻云淡的他，此刻眼中也充斥着隐隐的担忧。他自然也不希望楚风有事。时间一点一点流失，可对于这两位大人物来说，这时间过得却是太慢，也太煎熬。他们已是坐立不安，很少有事情能够让他们这般。可这毕竟是关楚风的生死，他们又怎能不担心？忽然之间，阵阵奇异的声响自那刀山火海之中传来。很快的，刀山开始下坠，火海也随之消散，而那片先前塌陷的土地也是随之复原。刀山不见了，火海消散了，可是那道身影还在，是楚风，是楚风，他成功了。看到此刻的楚风，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真可谓是既喜悦又心疼。喜悦的是，此刻的楚风所站在的位置乃是那火海的尽头，这说明他成功的跨过了那片火海，是因为他成功了，所以那火海与刀山才会消失。而心疼的自然是此刻的楚风，早就面目全非，他不仅没有了血肉，只剩下了一副骨架，就连他那仅剩的骨架也是漆黑一片，热气升腾。幸亏他终究还是五祖强者，哪怕修为被封，可那五祖的底子还在，否则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走过那片火海，恐怕早就被炼成了灰烬，又怎么走得出来？但就算楚风走了出来，可从他此刻那摇摇欲坠、步履维艰的样子，却也知道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眼下的楚风因为修为被束缚，已经失去了御空的能力，他没办法直接掠上那山峰之巅，只能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不过好在最艰难的刀山火海已经过去了，哪怕现在的楚风的确身负重创，可是以他那强大的意志力，却依然能够坚持。不知道过了多久，但楚风才终于爬到那山峰指点。楚风发出了一声苦笑，他早就没了喉咙，没了舌头，没了心肝脾肺，可是他却仍然可以说话，那是由强大的精神力所发出的声音。毕竟楚风是修武者，一步步修炼到了五祖这个境界，就算修为被封锁，力量被封锁，可是有些东西却封锁不了，比如他难以摧毁的骨骼以及灵魂，同时也有精神力量以及那远非寻常人可比的毅力。希望这次我能成功，不然真的是无计可施了。楚风有些担忧，若是闯过了刀山火海，都无法撼动这片封神竹简，那怕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它取走了。可不管如何，他都要一试，事成事败在此一举。楚风颤颤巍巍地伸出了自己的手掌，去握向了那封神竹简。而当楚风伸出手掌那一刻，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的情绪也随之变得紧张起来，他们也都害怕楚风会失败，那样一来真的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成了，这一次楚风轻而易举的就将那封神竹简给握在了手中。看，楚风他做到了，成功了，封神竹简是我们的了。此刻哪怕是金鹤真仙这等人物也是忍不住狂呼起来，毕竟那可是传说中的至宝，那可是封神竹简。拿到封神竹简，楚风也是欣喜若狂，他并没有顺着山峰走下，而是直接自山峰之巅一跃而起，跳了下来。丧失了修为的他自然而然的笔直落下，最终狠狠地摔在了地表之上。可是楚风很快便爬了起来，他脆弱的血肉早就没了，剩下的骨骼却是坚固无比，这种冲击根本就无法将他如何，最多就是会带给楚风那种狠摔而下的疼痛感。可是连刀山的割肉之痛，连火海的焚烧之苦，楚风都纷纷熬了过来，又岂会在乎这点痛楚？这小子的意志力真是超乎想象啊！眼见着楚风很快便爬起身来，
拖着那摇摇欲坠的身子，兴高采烈地向自己所在的方向走回。金鹤真仙忍不住感慨起来，的确，没有了修为，哪怕他的骨骼不毁，灵魂不灭，可是那疼痛却是难以忍受的。这也就是他，否则换作常人，怕是早就因精神崩溃而形神俱灭了。布衣老僧也是赞叹连连。身为修武者，寻常的皮外伤对于他们来说就如同挠痒痒一般，除非是特殊的攻击手段，否则他们不会感到疼痛。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修为支撑，有那修为在，便提升了他们一切，其中就包括了抵抗痛苦的能力。可是楚风他修为被束缚后，他就丧失了一切通过这么多年修为而换来的力量，他就如同平常人一样，其体会那些痛苦，那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布衣老僧金鹤真仙之所以这般赞叹，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换作是他们，像楚风这样，怕是也做不到。终于，楚风穿过了结界，手握封神竹简，回到了金鹤真仙的近前。金鹤真仙赶忙快步的迎了上来，老脸之上挂着既激动又愧疚的神色。虽然楚风成功了，可是此刻的楚风当真是负伤不轻。身为界灵师的金鹤真仙能够看得出来，楚风只要恢复修为，肉身可以立刻恢复，皮外伤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因长时间受到那种痛苦的折磨，楚风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种精神上的创伤是很难修复的。简而言之的说，楚风虽然成功了，可他却的确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前辈，我做到了。楚风说话间便张开手掌，将那封神竹简展现在了金鹤真仙的面前。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诡异的笑声忽然在楚风的耳边响起。听到这个声音，楚风顿时心中一紧，因为那个声音并非是金鹤真仙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当那个声音传来的同时，一股难以形容的压迫感也是随之而来。